普京和瓦格纳宣布占领巴赫穆特，乌军却称正在夺取主动权，形势诡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全少。近日，关于巴赫穆特战局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普京、俄罗斯国防部和瓦格纳先后宣布完全占领该市，而乌克兰方面又否认这种说法。乌军甚至称正在夺取郊区的作战主动权。总体形势只能用诡异来形容。虽然天天抱怨弹药不足、俄军无能，瓦格纳这两天还是不断地向乌军控制的最后一个街区发起猛攻。瓦格纳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终于成了巴赫穆特之战的大赢家。完全攻占巴赫穆特市区，就能拿到巨额的佣金，然后在5月25日就可以正式撤军了，并将阵地交给俄罗斯国防军。前两天，普里格任甚至非常礼貌地要求最高统帅部守住萨科和万特塞蒂，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再次崩溃，至少再顶2天。瓦格纳的部队甚至还增援了克里斯基夫卡，阻止了战线的立即崩溃。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曾经对不同方向推进了500米，采用无人机投放手雷的方式清理战壕，并出动装甲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也是我们现在经常在小视频中可以看到的乌军作战样式。与此同时，普里格任承认，乌克兰人已经突破了侧翼，并控制了城市周围的战术高地。仅在5月19日，就开辟了4条攻击路线，从伊万尼夫斯克、赫伯达尼夫卡、明基夫卡和费多里夫卡等方向推进。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部队的发言人谢尔西·切雷瓦蒂说，乌军从俄军手中夺取主动权并试图反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乌军开始控制郊区的制高点，可以自由地进出巴赫穆特市区仅有的阵地，并且在为实现对瓦格纳的反包围创造条件。现在，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作战基本结束后，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撤出，而不会被指责为叛国者。接下来，如果乌军仍然要在巴赫穆特反攻的话，我们还真有必要再关注一下俄罗斯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过去，由于瓦格纳老板普里格任一再侮辱俄罗斯国防军的拉垮，抱怨炮弹和后勤补给物资不足，给外界留下了一个印象：俄罗斯国防军真的不堪重用。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直到俄罗斯时隔多日首次承认一位旅长和一位副军长在巴赫穆特的阵亡。用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的话说，俄军第4摩托化步兵旅旅长维亚切斯拉夫·马可罗夫上校在前线亲自指挥了战斗，击退乌军多次进攻，并摧毁了3辆坦克和6辆装甲步战车，直到身负重伤撤离时才牺牲的。另一位是负责军事政治工作的副军长，在战斗中直接阵亡，而是在击退某次进攻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身受多处弹片伤。我们能从俄罗斯军队公开的这些牺牲情况能看出什么来呢？首先，证明俄罗斯国防军的战斗意志并不差，不存在瓦格纳所说的一战即溃的情况。早前就有乌克兰军人证实，在巴赫穆特侧翼先撤退的是瓦格纳，而不是俄罗斯国防军。虽然俄罗斯正规军可能存在着战斗经验不足等情况，但是绝对没有瓦格纳所说的那么不堪。这次2位上校牺牲的事件证明，俄罗斯国防军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战场主角的作用。其次，它也证明俄罗斯国防军的战斗组织仍然非常粗糙，缺乏有经验的士官，未解决一线部队的通讯指挥问题。在现代战争中，要上校级别的军官在第一线指挥战斗，证明俄军的一线部队缺少主观能动性。还存在的一种可能，就是俄军和一线部队的通讯指挥仍然非常落后，在遇到突发情况之后，必须要有高层军官前往指挥。如此粗糙的作战指挥符合前苏联和俄罗斯传统，但是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俄罗斯有负责军事政治工作的副军长牺牲，证明俄军仍然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因为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军长几乎就等于政委了。就当前乌克兰战场的局势来说，
俄军必须解决为何而战的问题，所以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次事件虽然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也证明俄罗斯军队在军改之后又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最后，它证明乌军的装甲力量开始前压，可能是一个反攻试探的信号。虽然外界一直等待乌克兰军队的春季或者夏季大反攻，但是迟迟没有明确开始。这次俄军损失的直接原因是乌克兰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等攻击性力量，而俄军负责防守的只是轻步兵，这个情况也值得关注。总体而言，从俄罗斯正规军的作战表现可以看出来，瓦格纳对俄军的污蔑几乎就是一种情绪宣泄。俄罗斯军队可能存在指挥控制、作战经验、后勤补给和装备水平差的情况，但是绝对不存在不战而逃的情况。瓦格纳虽然表现得更优秀，但是他们没有资格一直辱骂国防军，因为瓦格纳的最高利益是挣钱，这一点跟俄罗斯国防军是不一样的。巴赫穆特战线的形势诡异，很大原因就是重用了以挣钱为主的瓦格纳集团所造成的。但是俄军通过这次作战已经证明了自己，不管怎么说，全面攻占巴赫穆特市区，对于普京和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对整个乌克兰战场而言，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